船头挂着迷人女子，不要以为她只是雕像，可怂哥偏偏以为她可以被把玩，还去触碰她的头发、脸颊。接着，怂哥仿佛着了魔一般，还非要买走这条船。可他却不知，这看似雕像的女子其实是活的。这就是2021年的惊悚片榜首。玛丽号，一部将深海恐惧、灵异事件、真实事件三者相结合的影片，取材自幽灵船失事的传说，完整还原了大海中灵异事件的过程，看得人身临其境。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实感、代入感极其强烈。影片开始，怂哥买到玛丽号后，准备带全家人出海，可等到摄影师拍照留念时，却吓得他手一嘚瑟，因为在他拍照的一瞬间，有一个白影瞬间闪过，众人吓得赶紧围过来查看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然而没有异常才是最大的异常。摄影师疑惑地望着眼前的玛丽号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。但是现在钱都收了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陪怂哥家人出海。等到了深夜时分，船舱内看似静悄悄的，这些人都在心大的熟睡。可这时有一个诡异的影子在靠近，好像船头的雕像活了一样。怂哥率先察觉到了危险，瞬间惊坐了起来。他准备出去看一眼雕像，然而还没走出舱门，一条绳子就映入眼帘。这是一条上吊死人的绳子。怂哥上去比了比，绳套套住脖子刚刚合适，就像特地为他准备的一样。怂哥意识到前方可能会有危险，继续向船头走去。只见船头站着一个人，摄像师背对着怂哥站着，就像丢了魂一样。怂哥缓缓地靠近摄影师，海面反射的光线让摄影师显得更加诡异，仿佛他身体里住着一个魔鬼。下一秒，摄影师缓缓回头，看到怂哥就冲了过去，瞬间将怂哥扑倒在地。一旁的怂哥妻子赶紧过来帮忙，两人合力才将摄影师摁住。摄影师痛苦的嚎叫，就像被魔鬼附身了一样。他们就这样僵持度过了恐怖的一夜，一直等到天亮。怂哥一定要将摄影师赶下船。这个时候，怂哥已经意识到这艘船可能不干净，理应和摄影师一起下船，可他还是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再次和家人一起出海。这不是把家人往死里坑吗？果然，一到晚上，怪事又发生了。妻子发现船舱的灯闪烁不定，下一秒，一个影子一闪而过。妻子追着影子寻找，一路竟然找到了女儿的卧室。果然呢，女儿的床上有一个凹陷的痕迹，就像被刚踩过一样，地上还有湿脚印。妻子循着脚印的方向打开了前面的暗舱，里面漆黑一片。胆大的妻子竟然好奇地钻了进去，然而刚钻进去，暗舱的门猛然关闭，她还能活着出来吗？妻子打开手电，发现舱门紧闭，周围氧气稀薄，手电还瞬间被灭。她紧张的到处乱摸，终于发现了可以照明的火柴。可就在她点燃火柴的瞬间，丈夫怂哥终于打开了舱门。妻子质问怂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怂哥表示这船里可能有鬼。果然，妻子的大女儿也遇到了灵异事件。大女儿在玩手机时，总感觉妹妹一直在摸她的脖子，然而当她回头看时，旁边根本就没有人。这时，她妹妹竟然从另一个方向出现，吓得大女儿心头一惊，自己周围没有人，那刚才摸自己的是谁呢？大女儿心中怀疑这艘船上有鬼呀。等到大家一起吃饭时，直接验证了她这个猜想。正当一家人聚在一起喝酒时，小女儿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我们怎么不给玛丽准备一杯酒呢？”大家很疑惑呀，玛丽？哪个玛丽呀？大女儿表示，小女儿睡觉时一直说梦话，嘴里不停地喊着玛丽，应该就是这艘玛丽号的玛丽。下一秒，小女儿用酒杯砸在大女儿头上，吓得众人十分震惊。这还是之前听话的小女儿吗？怂哥怀疑小女儿已经被附身了。不久后，怂哥更是发现了小女儿的秘密，他竟然画了一个上吊的人。妻子看到这一幕极其震惊，因为他们的摄影师曾经被他们赶下船之后就是上吊死的，而这张画就是指的吊死摄影师。而且摄影师在临死前和小女孩发生了同一种症状，莫名其妙的暴力。难道小女儿也会莫名其妙的死去吗？妻子不敢多想，只想赶紧让船靠岸。然而等到妻子去洗漱压惊时，灯光突然闪烁不停，就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一切。而且浴室的门把手也在诡异的转动。妻子被吓到不敢喘息，这下彻底让她相信了船上有鬼呀。等到四周安静下来，她才敢开门出去，可是外面竟然空无一人。然而地板上却留下了一串脚印，这是谁呢？妻子顺着脚印一直走到甲板，下一秒她的眼前突然一片黑暗，就像要被附身一样，吓得她疯狂挣扎并大叫，叫声引起了掌舵人的注意，他赶紧将妻子拉回了现实。吓得妻子赶紧找怂哥理论，让他赶紧令船靠岸。他觉得这艘船太诡异了，然而怂哥却丝毫没给妻子面子。可到了第二天，他们的小女儿变得越来越诡异了。女孩诡异的坐着，背后突然传来了异响，女孩的母亲吓得赶紧回头，等到母亲再转过头，女孩竟然凭空消失了。糟了，中了声东击西的计策。果然无数鬼手伸过来，吓得母亲放声尖叫。怂哥的妻子瞬间惊醒，原来是个梦啊。可接着小女儿就走了过来，说自己的牙掉了，吓得妻子赶紧安慰起小女儿，生怕小女儿像梦中一样被恶魔带走。然而刚安抚好小女儿的情绪，回到卧室，大女儿就回来告知二人，小女儿出大事了。两人赶紧奔过去查看，只见小女儿双眼
狰狞，面色惨白，就像被恶魔附身了一样。松哥看到后决定去外面求救，他想让掌舵人发出求救信号，好拯救自己的小女儿。可此时的掌舵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然而下一秒，掌舵人突然从松哥背后出现，一把勒住了松哥的脖子。妻子听到松哥的惨叫，赶紧过来帮忙，二人合力才将掌舵人制服。显然，掌舵人已经遭到了恶魔的蛊惑，这艘船越来越诡异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要遭殃。等到所有人再次醒来时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他们全都躺在了甲板上，而且天上还下着大雨。松哥没想明白怎么回事，这时掌舵人突然冲过来，直接将松哥扔向大海。显然，掌舵人已经成了恶魔的傀儡，恶魔操纵着掌舵人的身体开始胡作非为，还用绳子套住松哥妻子，直接将他扔进海里。然而仅仅是套了个绳子，反而救了他。绳子的另一头挂上了氧气瓶，妻子这才没被冲走。他重新爬上船舱，准备干掉这个被蛊惑的掌舵人。然而他根本不是掌舵人的对手，掌舵人几招就制服了他，而且掌舵人还拿出了匕首，准备结束他的生命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钢叉直接捅进掌舵人腹部，原来是刚才被抛进海里的松哥回来了。他强撑着伤势拯救了妻子。正当他以为危机解除时，船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海妖，恶魔终于现身了，他要亲自杀掉船上的所有人。松哥的妻子赶紧掏出手枪，一枪打中了周围的煤气罐，瞬间发生爆炸，整艘船的人全部葬身大海。然而海妖并没有就这样死去，他还在海上四处游荡，准备再找到一条幽灵船，吞噬更多的人类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跟着阿松走回步，电影一点儿不恐怖。Goodbye, everyone.